视线转向岛内，赖清德近日对印度总理莫迪表示，期待与印度加强在半导体科技等领域的实质性合作。而正率团窜台的捷克参议员副议长毫不掩饰，此行的目的就是推动双方所谓的芯片合作。 由参议院首席副议长德拉霍斯率领的捷克参访团10号抵达台湾，开展为期6天的窜访行程。期间将与民进党当局高层会面，当中的重头戏则是出席所谓台北捷克中心的揭幕仪式。该中心是隶属捷克驻台北经济文化办公室的新机构。值得注意的是，这也是赖清德当局上台以来窜台的第2个西方国家议会代表团。捷克的相关的参访团，其实是与美国的相关的议员的窜台的目的有它的相似性，都是要在政治、经济或别的方面与台湾方面加强相应的勾连。那么这样的一种相应的勾连，其实也是对一中原则的一种冲击与影响。 外界认为，这个参访团行程包括一场捷克半导体商机说明会，这暴露了他们窜台的真实目的。根据捷方说法，他们希望获得发展半导体产业的经验，并很欢迎台积电等半导体公司前往捷克设立研究中心。事实上，蔡英文当局在过去8年执政期间，台积电等台湾半导体产业巨头就获批前往美国、日本、德国等地设厂，成为蔡当局与这些西方国家发展关系的重要手段。 如今，赖清德继任后也继续推动以芯片谋独，企图在外事领域寻找突破口。在本月初的印度国会选举中，莫迪领导的人民党以惨胜的结果保住执政地位后，赖清德随即在社交平台上发文祝贺，宣称愿与印度强化在经贸、投资、半导体科技等领域的实质合作。而莫迪没过多久也回复称，很期待台印之间的关系更紧密，并以所谓总统称呼赖清德。 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6号表示，台湾地区没有什么总统，中方一贯坚决反对建交国同台湾当局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交往。一个中国原则是公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印方对此有严肃的政治承诺，理应认清、警惕并抵制台湾当局的政治图谋。中方已向印方提出交涉。民进党当局显然是加大了利用半导体这张牌，试图与更多的国家进行相应的利益的交换。 来拓展自己的对外活动空间，尤其是希望通过以这样的形式强化与外部经济体的勾连，来推动台湾的产业链整体的向外转移。但是这样的一种行为，其实对于台湾自身的半导体产业的竞争力来讲，会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因为台湾的自身的半导体产业虽然有它相应的竞争力，但是如果持续的向外流的话，最终会使得台湾的产业的竞争力受到相应的影响。 据印度电子和信息技术部统计，该国2022年半导体市场规模约为156亿美元，而同期越南的半导体市场规模约为172亿美元。虽然规模不及越南，但莫迪政府提出了要在2026年达到630亿美元的计划，这意味着每年需增长约119亿美元才能完成计划。实际上，许多外资企业在进入印度后，很快便发现这里并非想象中的乐土，其中台资企业在印度的遭遇尤为引人关注。例如，来自台湾地区的企业伟创，在民进党当局所谓新南向政策的路径下，希望发展成为美国苹果公司在印度的重要代工厂商。但2023年，在深耕印度市场15年后，伟创从最初的满怀希望到最终失望撤退。伟创在印度市场的经历充分暴露了印度制造业的短板。一方面，印度的劳动力素质参差不齐，难以满足高端制造业的需求；另一方面，印度的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电力、水源等基础保障不足，严重影响了企业的正常运营。在2020年，还曾发生过因劳资纠纷导致伟创位于印度南部萨普尔的工厂遭到约2000名工人及民众的打砸的恶性事件，生产线和车辆被毁坏，数千台 iPhone 新手机被偷走。有西方希望印度能够部分替代中国大陆的产业链的重要性，但是对于岛内的相关业者而言，他们在印度投资的记忆是并不那么美好，相当多的台企在印度的投资是谈不上成功的，甚至失败的。因此这样的一种政治逻辑与市场逻辑之间就会产生我们所看到的比较大的温差。而未来能不能如台当局所愿，我觉得恐怕还要看台湾业者相应的态度。